Hello， 各位观众老爷们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本期的混世魔玩，我是雷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压魔玩即将发售的勇士3了。前几天也是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拼了一下，实物确实是非常帅气。这款模型从用料到设计，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有特色。当然，小瑕疵多多少少也是有的。因为是评测店的缘故，我也提前跟厂家沟通过，咱就实话实说，拒绝狗吹。兄弟们多多一键翻连加关注支持一波了。关于勇士3对我来说算是冷门机体，所以我也提前做了一下功课。它这个设定来源于 Theta 外传 AOZ， 隶属于火星吉翁军，所以会和正品 UC 的圆弧造型的勇士有很大的差异。按照 AOZ 的设定，这台和月高达同为沙扎比前续机体，它的造型设计取材来源也更贴近于沙扎比，而非传统的演示。这款勇士3有普通版和豪华版两个版本，普通版99有常规地台，豪华版129额外附带肩甲以及收纳地台。板件方面多为中等尺寸，零件的量还是挺大的，表面摩擦质感非常好，很细腻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水纹出现。关节处为赛钢材质，还有一个纸质板件架，正常还有一张卡片，可能是忘了给我放上的。因为是评测件，所以发过来的是电子版说明书，大货会附带纸质说明。这本电子版大家要是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跟我要。说明书方面提供了取件表，各个部位需要哪一版的哪几个零件，可以一次性全部取下来，就非常方便，不用来回找零件。OK。说回模型，这一款采用的是下压配色，我也跟厂家问过了，暂时是没有换色的计划。尺寸方面，这里和扎古 2.0 对比一下，大小比较接近于 RG 海牛这几个，差不多是1:144。这一款拼装手感较上一款的卡比尼要成熟很多，多数位置都比较丝滑，少数例如喇叭库内衬以及一些小零件安装起来会比较抠手，需要找准角度，安装的时候注意一下，也搞丢了。多数零件都是隐藏水口，拼完后水口外露的情况还算不错，我看下来就是燃料罐上面会有几个比较明显。模型的用料比常规模型会厚一些，而且整体的骨架结构填充的比较实心，没有非常明显的大碰，所以重量方面非常可观，比同样骨架设计密实的扎古 2.0 还要更重一些。这个操作我是非常支持的，模型的手感还是扎实一些的好。模型整体的造型设计也是有棱有角，边线处理的比较锐利，带有不少的块面转折，和沙扎比这种圆滚滚的造型放在一起，还是比较有辨识度的。因为在关节处都采用了比较紧，也不需要担心它断，模型的一体性和紧实度非常不错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模型的设计部分。头部带有联动机构，通过转动脖子可以实现眼部的转动，胸口下压也带有联动机构。豪华版肩甲将上方装置前推就可以实现喷口的联动，内部结构也有变化。后裙甲可以像沙扎比一样打开，手感丝滑。手臂这里弯折时会露出里面带联动的内构。腿部随着弯折，上方的盖板下移，膝盖被顶起，小腿处往上方推出，整个过程非常流畅，也很有设计感。除了联动之外，还设置了不少展开机构。开局我也觉得是爆甲装置，后来和厂家聊过之后才知道，厂家是基于检修的用途来设计的。腿部两处盖板打开之后，对应的是喷口位置，
可以不用拆下进行维修。尾部后方3个喷头可以进行外拉，实现一个高出力样式。整体的可玩性非常强。可动方面，这里也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。这款模型其实也不算是非常完美，那接下来呢，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它的小瑕疵。首先，我觉得不太合理的水口位置就是在脸部这里，大家处理的时候还要仔细一点，处理干净。另外，这个下巴颏不是很紧，我是上胶水。肩胛旁边这里缩胶有点明显，其他位置倒是没怎么发现。第二点，我觉得有待优化的地方就是前踢这里，做出了2段可以增加前踢角度，不过这2段转起来手感比较模糊。可能本来我是打算调整一下腿部角度，但是就会牵扯到外拉装置。这里我觉得如果能加一个锁扣的话会更好。武器方面有盾牌和狙击枪。盾牌挺漂亮的，通过胳膊肘的凹槽进行安装。然后就是豪华版的地台了，同样是用料厚实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。中间有左指装置，可以升降，可以进行武器和造型手的搭载。设定上是这样的，实际上在应用时还是有点小问题。狙击枪搭载没有问题，不过盾牌装上不算非常稳固。肩甲的话，只能进行豪华版肩甲的收纳，但是购买豪华版的话，我肯定还是要安装在机体上的。普通版的肩甲又无法收纳，我觉得这里其实可以用一个通用型肩甲尺寸的装，这样2个肩甲就都可以收纳。在底部还有一个造型手的收纳，评测键这个不是很适配，非常松，这里我觉得需要改进一下。这些呢，我也都一并反馈给厂家了，大家有哪些好的建议，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给厂家提意见。最后做个总结，这一款模型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，外形比较帅，联动和展开机构设计也非常好。最打动我呢是比较厚的用料和内部扎实的骨架设计，拿在手上有重量感，Home 关节也非常扎实，手感确实不错。比较值得改进的，我觉得最主要还是集中在地台上，在接口方面可以改进一下。另外有部分位置像是喇叭库，还有这些管道安装起来也比较挤，注意别弹飞了。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喜欢视频的兄弟多多一键3连加关注支持一波。我是磊叔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